陈军，你怎么还不回我消息？公司都快乱套了。嘟嘟嘟，电话被挂断。刘总握着手机，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这已经是他今天第23次拨打陈军的电话，但对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手机永远是静音状态。办公室里，小林抱着一堆文件，眼圈红红的。刘总，客户又催了，说要退款，先顶一下。陈军明天肯定会回来的。刘总的声音有些发抖，连他自己都不确信这句话。谁也没想到，平时老实巴交的陈军，这次会玩这么大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一个人的消失，竟然能让整个公司陷入混乱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周五晚上9点，北京朝阳区一栋写字楼里，27层的办公室只剩下一盏灯还在亮着。陈军坐在电脑前，揉了揉发酸的眼睛，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表格。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，上午连开3个会，下午写了2份报告，现在还要熬夜分析用户数据到深夜。他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心里盘算着明天的工作安排。半年前，这里还不是这个样子。那时候，运营部有4个人，小陈负责内容运营，小吴负责用户增长，新人小林负责数据分析，陈军负责整体统筹。大家各司其职，虽然忙，但还在承受范围内。现在呢？小陈因为薪资太低跳槽了，小吴每天都在悄悄投简历，就等着合适的机会闪人。新来的小林虽然积极，但毕竟刚毕业，很多事情还得陈军手把手教，教完了还要重新检查一遍。等于说，以前4个人干的活，现在基本都落在陈军一个人身上。他的一天是这样的：早上8点准时到公司，先处理昨晚客户的反馈邮件，9点开始开会，产品会、运营会、周会，一个接一个。下午写数据报告，优化推广方案，对接客户需求。晚上还要分析竞品动态，规划下周活动，培训小林。最要命的是，微信工作群24小时响个不停，周末也不例外。刘总的消息永远带着红色感叹号，仿佛慢1秒回复天就要塌下来。以前4个人干的活，现在我一个人干，工资还是那点钱。陈军一边敲键盘一边想，小林虽然很努力，但很多事情他搞不定，最后还是要我重新来。时针指向11点，陈军终于完成了今天的工作，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时，手机又响了。陈主管，明天的活动数据能不能提前准备一下？我怕到时候来不及。是小林发来的微信。陈军看了看时间，想了想，还是回复：好的，我晚点整理一下发给你。这一忙又是半个小时。等他走出办公大楼，已经快12点了。路上的车辆已经很少，只有几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。回到家，简单洗漱后，陈军躺在床上，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。他想起刘总今天在会上说的话：陈军同志工作能力强，效率高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榜样？陈军苦笑了一下。如果做榜样的代价是把自己累成狗，那这个榜样不做也罢。不过他也明白，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好，工作不好找。再说，公司虽然累，但好歹稳定。刘总人品也还可以，平时除了爱画大饼，倒也没什么大毛病。算了，忍忍吧。陈军这样安慰自己，然后沉沉睡去。他不知道的是，第2天的事情会彻底改变他的想法。
周一早上10点，公司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20多个员工聚在一起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情绪。刘总站在投影仪前，脸色有些严肃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开始说话：“各位同事，最近公司面临一些挑战，市场竞争激烈，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渡过难关。经过慎重考虑，公司决定实施以下调整方案。”陈军心里咯噔一下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为了保持公司竞争力，我们决定对薪资结构进行调整。刘总继续说道：“普通员工降薪15%，中层管理降薪25%，高层管理降薪30%。”会议室里响起了窃窃私语声，大家面面相觑。但是刘总话锋一转，为了储备人才，应届毕业生不降薪，还要涨薪10%。陈军看了一眼小林，小林正低着头，脸涨得通红，显然也觉得尴尬。小吴在旁边小声嘀咕：“这不是逼人走吗？”刘总似乎听到了什么，目光扫了一眼，然后继续说：“我知道大家可能有想法，但这是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，性价比。”陈军觉得这个词用得很有意思。小林是我们的未来，需要重点培养，所以涨薪是必要的投资。刘总看了看小林，希望大家都能理解公司的难处。陈军站了起来，语调很平静：“刘总，我想确认一下，我的工作量是之前的4倍，但薪资要降到75%，是这样吗？”“没错。”刘总点点头，“但你要看到大局，这是为了公司长远发展。”陈军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坐下了。但他心里快速算了一笔账，原薪资从每月12000元降薪成每月9000元，一个人几乎顶4个人用。而小林的薪资从7000涨到7700，在工作上却帮不上多少忙。这账怎么算都不对。散会后，小林走到陈军身边，有些愧疚地说：“陈哥，我……”陈军摆摆手：“没事，这不怪你。”但心里已经开始盘算，看来是时候重新考虑一下了。当天下午，陈军在网上投了几份简历，虽然还没想好要不要真的跳槽，但至少得了解一下市场行情。晚上回到家，陈军躺在床上，想起刘总在会上的态度，如果真的认可我的价值，就应该涨薪才对。现在说的好听，实际上就是想让我用更低的成本干更多的活。陈军突然明白了什么，他拿起手机，看到工作群里刘总又发了明天的任务安排，其中大部分又是分给他的。以前他会立即回复收到，但这次他看了看就放下了手机。周五晚上8点，陈军刚整理好桌面准备下班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“喂，陈主管吗？我是老刘。”是大客户老刘的声音。“刘总您好，有什么事吗？”“是这样的，我们明天有个重要活动，临时需要调整推广方案，今晚能搞定吗？”“这个很急，你知道的。”陈军心里叹了口气，又是这样，客户一句话就得连夜加班。我跟公司汇报一下，稍等。他走到刘总办公室，把情况说了一遍。刘总想都没想，这个客户很重要，你辛苦一下，今晚加班搞定吧。好的。陈军点点头。接下来的时间简直是噩梦。周五晚上9点到凌晨3点，重新设计推广方案，一遍遍地修改创意文案和视觉设计。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6点，制作各种物料，对接设计部、技术部、客服部，协调各种资源。周六晚上7点到11点，测试上线流程，优化各种细节。
确保不出纰漏。周日上午还要监控活动效果，随时调整策略。整个周末，陈军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中，但效果确实不错。周日下午，活动数据出来了，转化率比预期高30%，客户非常满意，当场就续签了下一季度的合同。周一早上，刘总在群里发消息，感谢运营部团队的努力，这次活动很成功。私下里，刘总找到陈军，这次干得不错，不过不要骄傲，还有很大提升空间。对了，下周有个更大的项目，还得靠你啊。陈军笑了笑，好的，刘总，但心里却很疲惫，连续这样高强度的工作，身体真的吃不消了。周一下午，公司组织年度体检，陈军拿到报告时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血压偏高140/90，心律不齐，轻度脂肪肝，颈椎轻度变形。医生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，看了看报告，皱起眉头：“小伙子，你这身体明显是过度疲劳，血压这么高，再不注意休息，很容易出大问题。严重吗？”陈军问。现在还不算严重，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医生摇摇头，我建议你最近一段时间多休息，减少工作强度。年轻人，身体是本钱啊。陈军拿着体检报告，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发呆。我拼命工作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老板赚更多钱吗？我的身体垮了，老板会管我吗？钱没了可以再赚，身体垮了就什么都没了。想起医生刚才的话，陈军突然觉得很可笑，自己就像一个陀螺，被别人抽着转，转得越快，别人越高兴，而自己却越来越晕。当天晚上，陈军躺在床上，回想这半年的经历，工作量翻倍，薪资下降，身体出问题，还得不到认可。他拿起手机，看到工作群里刘总又发了明天的任务安排，其中一大半又是分给他的。陈军看着这些消息，突然笑了，这种笑带着苦涩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解脱。够了，是时候让他们知道我的价值了。陈军不是冲动的人，他仔细分析了现在的情况，如果直接辞职，会损失当月工资和年终奖；如果被动等开除，可能拿不到任何补偿，还要承担违约风险。但如果请病假就不一样了，有医院的体检报告做证明，合理合法，而且病假期间公司还得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80%的病假工资。更重要的是，体检是公司要求的，体检报告显示身体有问题，责任不在自己，医生建议休息，这是医嘱，谁也不能说什么。周二早上7点，陈军给刘总发了条微信：“刘总，昨天体检结果不太好，医生建议我休息1周，我需要请病假。”然后他截图了体检报告的关键部分，特别是血压异常和医生建议的那部分。陈军知道刘总肯定会炸，但他已经想好了应对策略，有病假条，理由站得住。体检是公司要求的，责任不在自己，医生建议休息，这是医嘱。发完消息，陈军就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上午9点，手机开始疯狂震动。陈军看了看，刘总已经打了3个电话，发了5条微信。陈军，现在项目这么紧，你这时候请假合适吗？体检报告我看了，就是血压有点高，不影响工作吧？要不你上午在家休息，下午来公司，那个客户的方案还等着你确认呢，你倒是回个信息啊。陈军看了看，就是不回复。上午11点，刘总又打了2个电话。下午2点，刘总开始发语音：“陈军，我知道你可能有情绪，
咱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。但现在公司这么忙，你总不能不管不顾吧？下午4点，刘总的态度开始强硬。陈军，我最后说一次，明天必须来上班，不然按旷工处理。陈军看着这些消息，心里很平静。威胁我，那就试试看吧。他把手机彻底静音，然后开始享受久违的自由时光，睡了个懒觉。中午12点才起床，点了个外卖，悠闲地吃午饭，还看了个电影。下午在家整理了一下房间，读了几页一直没时间看的书。傍晚去小区楼下散步，看着夕阳西下，感觉心情特别好。这是多长时间以来第一次这样放松了。晚上8点，小林给陈军打电话，声音都快哭了。陈哥，我真的搞不定，客户都在催，刘总也在催，我该怎么办？陈军心软了一下，但还是说，小林，你慢慢来，先处理最急的。可是我不知道哪个最急啊，每个客户都说他们的最急。小林的声音带着哭腔。陈军差点想说我教你怎么做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那你问刘总吧，他是老板，让他来决定优先级。挂掉电话，陈军心里有点不忍，但也明白这是必要的。如果现在心软回去，以后还会有无数次这样的情况。第2天，公司内部开始出现混乱，小林一夜没睡，在公司通宵达旦，但效率极低。没有陈军的指导，他面对复杂的工作流程完全抓瞎。客户开始投诉，你们怎么回事？之前的陈主管很专业，现在这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。其他部门也开始抱怨，运营部拖我们后腿，我们的工作都没法开展了。刘总面临多重压力，大客户威胁要解约，竞争对手趁机挖客户，公司其他高管开始质疑他的管理能力。上午10点，刘总亲自开车到陈军家楼下，买了水果和补品。咚咚咚，陈军透过猫眼看到是刘总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了门。陈军，身体怎么样了？我特意买了点补品来看看你。刘总满脸关切，谢谢刘总关心，还是不太舒服。陈军让刘总进屋坐下，医生怎么说？要不我安排公司最好的医疗资源给你检查。医生说要多休息，少熬夜。刘总试探性地问，那你看能不能在家办公，不用来公司，但简单指导一下小林？陈军摇头，医生说要完全放松，不能想工作的事。刘总坚硬的不行，开始画饼。陈军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公司确实离不开你。这样吧，等你身体好了，我给你升职。部门经理怎么样？薪资也调回原来的水平。陈军内心冷笑，但表面不动声色。刘总，我现在真的不想谈工作，身体要紧。第3天，刘总开始动用人情牌。小吴给陈军打电话，陈哥，我知道你有气，但现在小林真的快撑不住了，要不你回来吧，大不了我们一起想办法。小吴，你不是也在准备跳槽吗？小吴沉默了一下，是，但毕竟还在这里工作，总不能看着公司垮掉。公司垮不垮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接下来，其他同事轮番上阵。财务小陈，陈哥，那些报表我也不会做，你能不能指导一下？客服小美，陈哥，客户都在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技术小张，陈哥，运营的需求文档我看不懂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面对同事们的请求，陈军不是铁石心肠，但他也清楚，如果现在妥协，以后还会有下一次。他给自己定了个底线，除非刘总真正意识到我的价值，否则绝不妥协。第4天，刘总加码施压，
他再次登门，这次带来了正式的承诺：陈军，我已经和董事会商量了，决定提拔你为运营总监，薪资15000，比之前还高，而且我保证立即招2个人进来，不让你再一个人扛。陈军试探地问：刘总，不是我不信任您，但之前你也承诺过很多事情。刘总拍胸脯：这次不一样，我可以签书面协议。那降薪的事怎么说？刘总有些尴尬。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，现在情况不同了。陈军心里其实已经动摇了，毕竟刘总能放下面子亲自上门，已经算是很大的让步了，而且承诺的条件确实比之前好很多。但他还想再观察观察，看看刘总的诚意到底有多大。第5天下午3点，意外发生了。小林因为连续几天高强度工作，加上精神压力过大，在办公室突然晕倒了。刘总亲自给陈军打电话：陈军，小林晕倒了，现在在医院，医生说是过度疲劳，需要休息。陈军心里一紧：严重吗？还好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但需要休息几天。现在运营部真的没人了，你看。听到小林晕倒，陈军第一次真正动摇了。小林毕竟是个刚毕业的孩子，不应该承受这些，但理智告诉他，如果现在回去，小林的牺牲就白费了，下次还会有其他人成为牺牲品。晚上，陈军还是去医院看了小林。小林虽然没什么大事，但明显憔悴了很多。小林见到陈军，眼圈红了：陈哥，对不起，我太没用了，什么都搞不定。陈军心疼地说：别这么说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陈哥，我知道你也有苦衷，我不怪你，但公司真的很乱，客户都要跑光了。从医院出来，陈军想了很多，他意识到自己的躺平确实达到了目的，但也伤害了无辜的人。也许是时候结束这场博弈了。回到家，陈军躺在床上睡不着，脑海里反复出现几个画面：小林憔悴的脸，刘总放下身段上门道歉的样子，客户催促的电话，同事们求助的消息。这时候，大学同学小王打来电话：陈军，听说你和老板杠上了，虽然我支持你维权，但也要适可而止啊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妈妈也打来电话：儿子，工作不顺心就算了，身体最重要，要不你辞职回家，妈给你找个稳定的工作。最让陈军意外的是，前同事小陈发来微信：陈哥，听说你们公司最近很乱，正好我们公司缺个运营总监，薪资18000起，要不要考虑？这些消息让陈军意识到，自己其实并不是没有退路，反而因为这次事件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外面的机会可能更多。这样想来，心理压力就小了很多。既然外面有更好的机会，那就不必在这棵树上吊死，但也不必把关系搞得太僵，万一以后还有合作的可能呢？第6天上午，陈军主动给刘总发了条微信：刘总，身体好一些了，再考虑什么时候回来工作。这是陈军第一次主动联系刘总，信号意义很明显。刘总的回复几乎是秒到：太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方便？我们见面详细谈谈，明天下午吧，找个安静的咖啡厅。同时，小林也出院了，他主动给陈军发消息：陈哥，我想明白了，这次我住院，让我认识到工作再重要，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，你做得对。这条消息让陈军很欣慰，其他同事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。之前是劝陈军回来救急，现在开始支持陈军。小吴，
陈军，我觉得你这次做得对，我们确实应该争取自己的权益。小陈，是啊，凭什么我们要无条件忍受不合理的待遇？陈军意识到自己的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，也唤醒了其他同事的权利意识，这可能是这次事件最大的收获。经过几天的思考，陈军的心态发生了转变，从最初的愤怒到现在的理性，从被动的抗争到主动的选择，从个人的较劲到团队的成长。明天的谈判，陈军要达到几个目标，确保自己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待遇，为团队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，建立更加健康的工作关系，为将来留下后路。陈军选择了公司附近一家安静的咖啡厅，他给自己制定了谈判策略，态度要坚定但不强硬，要求要合理但不妥协，给对方台阶下，但要确保自己的核心利益。底线很明确，薪资不能低于15000，比降薪前还要高25%。必须招聘至少2个有经验的员工，工作量要合理分配，要有书面承诺。下午3点，刘总准时到达，他看起来有些疲惫，但精神还不错。陈军，这几天辛苦你了，身体怎么样？刘总的语气很关切。好多了，谢谢刘总关心。那太好了。说实话，这几天公司真的很混乱，我才深刻意识到你的重要性。刘总主动开口，陈军，我先向你道歉，之前降薪的决定确实不合适，没有充分考虑到你的贡献和感受，我承认是我的错。这句话让陈军有些意外，刘总能主动承认错误，说明态度还是很诚恳的。现在我们来谈谈具体的解决方案。刘总继续说，首先，薪资恢复到12000，再加20%，变成14400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陈军摇头，刘总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态度的问题。我需要的是真正的尊重。那你说，怎样才算尊重？第一，薪资要体现我的价值，15000是底线。第二，工作量要合理，不能再让我一个人干4个人的活。第三，决策要有我的参与权，不能什么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关于薪资，刘总有些犹豫，15000确实有点高。陈军，刘总，外面有公司给我开18000，我没有立即答应，就是给我们之间留个机会。刘总一愣，真的？陈军点头，真的。刘总沉默了一会，好吧，15000就15000。关于人手，陈军坚持必须立即招2个有经验的员工，不是应届生，2个人的成本很高。刘总，你算算账，我一个人的工作量相当于4个人，现在加上人手效率会更高。刘总想了想，有道理，我同意。关于决策权，陈军说，以后运营部的事情要充分听取我的意见，不能再像之前一样，什么都是你一个人决定。这个可以，但重大决策还是要我最终决定。可以，但你要给出充分的理由。让陈军意外的是，刘总主动提出，另外，我决定给你一些股权激励，虽然不多，但表示我们是合伙人关系，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。股权激励，这完全出乎陈军的意料。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写进新的劳动合同里，白纸黑字，这样你就放心了。刘总说，那之前的降薪呢？刘总想了想，这样吧，我把之前扣掉的工资补给你，就当是这次事件的补偿。陈军还为小林争取了利益，小林这次受到了牵连，我希望公司能给他一些补偿，比如带薪休假几天。没问题。
小林确实很努力，这次也受委屈了。最终达成的方案，陈军薪资调整为15000元每月，补发之前降薪扣除的3600元，立即启动招聘。2个月内招到2名有经验的运营专员，给予陈军0.5%的股权激励，小林带薪休假1周，额外奖金5000元。所有条件写入新的劳动合同。刘总伸出手，陈军，这次是我的错，希望我们能重新开始，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。陈军握住刘总的手，刘总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公司对着干，我只是希望能得到应有的尊重。我明白了，以后有什么问题，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好好沟通。刘总坦诚地说，说实话，这几天我想了很多。以前确实太把员工当工具了，没有考虑大家的感受。这次事件给我上了一课。刘总能这么想，我很欣慰。其实每个员工都希望公司好，但前提是公司也要对员工好。谈判结束后，刘总立即在公司群里发消息，各位同事，经过沟通，陈军同事身体已经康复，明天将正式回归工作岗位。同时，公司决定调整运营部的人员配置和薪资结构，具体方案稍后公布。同事们的反应很热烈。小林第一个回复：太好了，欢迎陈哥回来。小吴，陈军威武。回到家，陈军看着手机里同事们的消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第二天早上8点半，陈军到达公司，比平时晚了半小时。这不是故意的，而是他决定以后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。小林第一个迎上来，陈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准备了你最爱喝的咖啡。其他同事也纷纷过来打招呼，氛围很温馨。上午10点，刘总敲门进来，陈军，适应的怎么样？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。语气完全不同了，从之前的颐指气使变成了商量式的沟通。虽然新人还没招到，但刘总临时从其他部门调了2个人过来帮忙，陈军不用再什么事都亲自处理，可以专注于核心业务。下午开会讨论新项目，刘总主动征求陈军的意见。陈军，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？有什么需要修改的？以前都是刘总直接拍板，现在会充分听取陈军的建议。最明显的变化是，大家说话都比较直接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。小林在会上直接提出，这个时间节点太紧了，我觉得不现实。以前他绝对不敢这么说。1个月后，2个有经验的运营专员成功入职，一个负责内容运营，一个负责用户增长，团队配置终于合理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虽然人手增加了，但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，不再出现重复劳动和推诿扯皮的情况。客户也感受到了变化。老刘在续约时特意说，你们现在的服务质量比以前更好了，响应更及时，方案更专业。那家想挖陈军的公司又联系了他，薪资提到了2万，但陈军这次没有心动。谢谢你们的认可，但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很好，暂时不考虑跳槽。私下里，刘总对陈军说，陈军，这次真的感谢你，不是感谢你回来工作，而是感谢你让我看清了很多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以前总觉得，只要给员工发工资，他们就应该无条件服从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好的合作关系是相互尊重的，不是单方面的索取。小林在这次事件中成长了很多，他不仅工作能力提升了，更重要的是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权益。
在新一轮的薪资调整中，小林主动找刘总谈判。刘总，我入职快1年了，工作能力也有很大提升，希望能调整一下薪资。最终，小林的薪资从7700涨到了9500。半年后的一天，陈军坐在重新装修的办公室里，看着团队有条不紊地工作着，墙上贴着新的团队合影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手机响了，是一个猎头公司打来的。陈总，我们有个年薪30万的机会，你有兴趣了解一下吗？陈军看了看窗外的阳光，笑着说：谢谢，不过我现在的工作很有意思，暂时不考虑。挂掉电话，刘总正好走进来。陈军，下个月的战略规划会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明天我们先内部讨论一下。刘总点头，好的，你安排就行。陈军靠在椅子上，回想起半年前的那次病假，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只是在争取个人利益，没想到最终改变的是整个公司的文化。现在的工作状态才是他真正想要的，有挑战，有成长，有尊重，有回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